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过年家庭聚会，我那处处跟我攀比的绿茶表妹又开始了。工作要比，生活要比，连王者排位都要比一下。她说自己找了个钻石王老五，还嘲讽我的男朋友。瑶瑶姐，不是我说你找男朋友的眼光真差，还是个送外卖的。可是当她的富豪男友见到我们的时候，直接吓傻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家有个传统，每年过年都要组织家庭聚会，但因为我一直在海外求学，回国后又因为一些原因没法回家，所以有7、8年没回来参加这个聚会了。我表姐韩冰一家一直都是聚会的组织者，一是因为他爸是家里的老大，二来就是我们家亲戚都没什么钱，而他们家的条件是公认的好，所以他们家每次都是聚会的焦点，受到大家的追捧，他们自然也享受这种感觉。韩冰他们来的时候，其他人早就到齐了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他们一家闪亮登场，就像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。一家身上都穿着 logo 巨大的衣服，韩冰脚踩恨天高，掐着腰，眼神扫视着四周，脸上满是不悦。我们花了2万块钱订的餐，怎么是这种环境？也太 low 了！一听这场聚会花了这么多钱，我家亲戚眼睛都直了，大家纷纷附和说环境已经不错了，不停地拍韩冰一家的马屁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韩冰这哪里是嫌弃酒店环境不好，根本就是故意告诉大家自己花了多少钱，让大家领情。韩冰这个样子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他从小就这么贱，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。我懒得理会这帮人，只想专心干饭。正闷头吃着，一个东西嗖的一下砸到我的碗里，我刚盛的汤全都溅出来了。我靠，搞什么？我猛地站起来，拿纸巾擦身上的汤渍，这才发现飞进碗里的是一个奥特曼玩偶。喂，你把它捡起来还给我。一个看起来6、7岁的小孩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，指着我嚣张地说道。我的火腾的一下起来了，一把打开他指着我的手。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？被我打了一下，那熊孩子也懵了，几秒后撇着嘴嚎啕大哭起来。原本在凤城韩冰一家的亲戚齐刷刷地看向我这边，韩冰更是愣了一下，随后大步走过来，一把将那熊孩子抱了起来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熊孩子是他的。我记得8年前我刚出国没到半年，就收到了他奉子成婚的消息，以至于他的孩子和老公我一直都没见过。讲道理，韩冰长得还算是个美女，不知道为啥他的孩子这么丑，明明是个7岁的孩子，神态却像一个猥琐的中年男人。因为熊孩子哭的声音太大了，我的耳膜被震得生疼，掐死他的心都有。韩思彤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脾气变得这么大呀，居然跟一个孩子计较。韩冰满脸不悦地看着我，他可能也是被哭烦了，转头把孩子递给自己的爸妈。我大伯他们熟练地抱着孩子去一旁哄了，跟脾气没关系，我不喜欢不懂礼貌的孩子。我话刚说出口，我爸使劲掐了我一下，随后打圆场道：彤彤就是被吓了一跳，不是跟孩子计较。我表姐冷哼一声，随后用鄙夷的目光上下打量我，这从国外回来也没见你有什么长进啊，听叔叔婶婶说你回国之后都找不到工作。我冷笑了一下，是啊，我确实找不到工作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老板。我4年前一回国就拿到投资，开了一家公司，而且发展得很迅速，现在也算小有规模。
我爸一直教育我做人要低调，不要露富。他当年做小买卖赚了一笔钱，我家亲戚知道后都找他借钱，一来二去借出去几十万，没有一个还钱的。后来他没啥钱了，我家亲戚翻脸就不认人了。从那之后，我爸就领悟了这个道理，所以也是这么教育我的。当年砸锅卖铁送我出国之后，我家亲戚就眼红得不得了，我爸更是不敢透露我的真实动态。我在国外读的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，拿着奖学金和各种研发奖项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创业赚老外的钱，过得特别充实且励志，不然也不可能刚回国就拿到近1个亿的投资。我爸硬是说我在国外读野鸡大学，混吃等死，差点毕不了业，回国后也是废柴一个。这种故事我家亲戚自然是爱听，对我们一家也更是鄙视至极。我那最能舔韩冰一家的二姑不怀好意地走了过来，冰冰啊，彤彤的情况跟你不一样，穷人家的闺女就算找到工作也比不上找个好对象。说完，她把目光放在我身上，你今年都28了，找没找对象啊？我爸清了清嗓子替我回答，找了，小伙子人还不错。我二姑立马来了兴趣，刨根问底地问我男朋友是做什么的。我爸不假思索地回答，公司的小员工而已。我白了我爸一眼，心里替我那身价上亿的男朋友叫屈。听到我爸的回答，我二姑和韩冰猛地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的表情比中了彩票还高兴。我小时候成绩没有彤彤好，你们都说我没出息，这下看出来了吧？学习好有什么用啊？韩冰趾高气昂地看着我，估计这一幕从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预演了吧。我二姑立马附和，是啊，这读书有什么用？看看冰冰，家里有钱就算了，找个男朋友也是个厉害的，年薪上百万呢。我妈听不下去了，你老公这样牛逼有啥用啊？家庭聚会都不愿意陪你来。韩冰脸色微变，他有些事处理，晚一点就来了。我爸拉了我妈一下，示意她别说了，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挖苦，居然和我二姑聊起来了。我听不下去了，借口要上厕所，起身去了卫生间。要是可以的话，我真想把这泡尿呲韩冰脸上。我正想着，突然瞥到厕所门外有一个影子闪过，我以为是有人来上厕所，就没理会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对了，因为那个影子一直在我门口待着，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两侧的坑位都是空的，根本不需要在我门口排队。经验告诉我，我这是遇到变态了。毕竟在国外，我经常遇到这种事，早就轻车熟路。我不动声色拿起手机，对着门缝直接录像。那个黑影发现被录像之后，吓得起身跑开了。真可惜，回国后治安太好，都忘了随身带防狼喷雾了，不然肯定要这个孙子好看。我拿起手机打开录像，打算一会直接报警处理。看到对方是谁后，我却愣住了，居然是韩冰家的熊孩子。就国外的治安和开放程度，我自认为自己够见多识广了，10几岁的、20几岁的，甚至已经70、80岁的变态我都见过，但我从来没想过变态会是个7岁的孩子。这种事我只在网上听说过，当然我也不愿意把一个孩子想得那么阴暗，毕竟他还小，可能只是好奇呢。我打算对熊孩子进行思想教育。他刚才发现自己被录像之后，已经跑回我大伯身旁躲着了。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朝着他招了招手，洋洋过来，小姨有话问你。熊孩子有些犹豫，
但看到我手里事先准备好的糖之后，还是别别扭扭地走了过来，把糖给我。熊孩子伸手不客气地说道。我把他拉到走廊里，低下身子，尽量语气平和。想吃糖可以，但你得回答小姨一个问题。洋洋不耐烦地看着我，示意我说：你刚才为什么要在厕所偷看我？我本以为他会认错，或者很慌乱，谁知他竟然表现得非常理直气壮。女人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？他说完这话，我直接懵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让他再说一遍。洋洋却不以为然，你们女人就是啰嗦。我爸说了，男人愿意欣赏女人，那是你们的荣幸。我震惊地看着洋洋，这哪是一个7岁孩子该说的话？看样子是我把他想得太好了，他分明知道自己偷窥意味着什么。你爸怎么教你说这种话？洋洋却白了我一眼，使劲掰开我的手，拿走了糖。我一把抓住他，小孩子也是要遵守法律的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犯法了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报警抓你这个小流氓。谁知他却开始发疯，对我拳打脚踢的。幸好身高差距悬殊，他根本打不到我。他瞬间恼羞成怒，你这种嫁不出去的老女人，看一眼又怎么了？你别以为自己学历高就拿法律压人，我是未成年，我做什么都没事。再说了，你学历再高，不也找不到工作吗？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他一个月捞的油水都有几万，够买你这种下等人一条命了。我擦！听到这些话，我直接炸了。我做梦都想不到这是一个7岁孩子能说出来的话。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他根本不认识我。孩子能懂这些，必然是听大人说的，也就是我表姐他们夫妻俩没说过我半句好话。我表姐夫应该也是个对女性极不尊重的人，自然也不可能尊重韩冰。而韩冰所谓的恩爱很可能是假的。就在他跟我大吼大叫的时候，我大伯他们听见动静跑了出来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儿，怎么又哭了？我大娘心疼地把小畜生抱了起来，目光却冷冷地看着我。我怕大家误会我欺负这个小畜生，一五一十把刚才的事都说了。谁知我家亲戚却都一个态度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能懂什么？你也太较真了。就是啊，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跟一个孩子在这闹，丢不丢人？我算看透了，今天所有人都向着畜生一家，不可能说公道话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亲自做熊孩子判官了。我缓缓撸起袖子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还在我大娘怀里撒泼的小畜生。我表姐这时候也走了出来，看到自己的好带儿被我弄哭了，可把她心疼坏了。她指着我，声音尖锐：韩思彤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干什么一直针对我家孩子？我直接气笑了，拿出手机录像，告诉他刚才发生了什么。韩冰愣了一下，但气势丝毫没有减弱，跟那小畜生刚才一样理直气壮。洋洋才多大，他懂什么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家比你有钱，过得比你好，所以你处处欺负洋洋。我爸我妈都出来了，我妈一听这件事，直接气得眼睛都红了。但我爸一直拦着我俩，我直接甩开我爸的手。说实话，我生气了，就算是再低调，再忍让，自己女儿被人偷窥了，我爸居然一句公道话不能说，我真是受够了。等收拾完，熊孩子就该收拾他了，主打一个公平对待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你是不是经常被你老公侮辱？已经变态了，没有任何身为女性的自尊和同理心了呀。偷窥这种事，你老公和你儿子没少干吧？他俩经常偷窥你吗？你知道你儿子说的那些话有多恶心吗？让他和外人说一个试试，看别人不打死他，想想就觉得讽刺。
刚才韩冰可没少跟大家夸赞自己的好带，什么乖巧懂事之类的没少吹，还说自己儿子读的是贵族学校，接受的是高级教育，结果呢，就养出这么个小畜生来。我这话直接戳到了韩冰的痛处，也证实了我刚才听小畜生说的话后得出的猜想。被我揭穿后，韩冰支支吾吾好半天，最后也只能掐着腰跟我咆哮：“你有病吧，韩思彤！冤枉我儿子就算了，还造我的谣！”我依旧没有任何波澜地看着他。你儿子偷窥我的事怎么解决？要么让他跟我道歉，要么我自己处理，你选吧。我大娘扯着嗓子跟我喊：“韩思彤，你说话别那么难听，一口一个偷窥，要是损害了我乖孙儿的名声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我在大家的注视下缓缓走到我大娘面前。那小畜生见大家都向着他，早就不闹了，反而挑衅地看着我，还对着我做鬼脸。你们的意思是没法教育这个小畜生？见我说话这么难听，我大娘脸都红了，直接放下小畜生对我破口大骂。小畜生则站在一旁掐着腰，学着我大娘的样子骂了我2句。我抬起早就按耐不住的惯用右手，啪！这一巴掌稳准狠地落在小畜生的脸上，顿时在场的人全都懵了。你，我大娘最先反应过来，伸手就要抓我的衣领，但我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早就学会了防身术，很灵巧地躲开了。我大娘扑了个空，直挺挺地朝韩冰砸去，母女俩都摔倒在地上。我抬起脚，照着屁股直接把小畜生一脚踢飞。不夸张地说，他真的是双脚离得飞起来了，最后砸到地上。不过我打人有分寸，这种力度就是看着吓人，实际上顶多就是个皮外伤。酒店里吃饭的客人听见外面的声响，早就都从包间探出头来看热闹，还有人拿着手机录什么，都散了。我家一部分手忙脚乱地扶他们几个，一部分连忙把我们挡住，让看热闹的都散开。韩冰被扶起来之后直接哭了，边哭边拿出手机，说要找人弄死我。喂，老公，我和洋洋被人欺负了，你赶紧过来。他撂下电话，指着我恶狠狠地说：“韩思彤，有能耐你别走。”我挑着眉毛，双手放在胸前，我没说要走啊。他见我根本不害怕，又吵着要报警。我爸连忙过来劝韩冰：“哎呀，思彤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不是在气头上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不至于。”我二姑也尖着嗓子冒了出来：“什么不至于？怎么就不至于？思彤她今天真是太过分了，真应该送进局子里收拾一顿。我看你供她出去读书就是错的。我早就说，一个丫头片子要那么好的学历干什么？工作没找到不说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”我又是一声冷笑，白了我二姑一眼。他借着给韩冰出头的名义，在这阴阳怪气我去国外读书的事，毕竟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可是他的一个心结。当初他到处借钱供自己儿子读书，还到处说要把儿子送出国深造，结果呢，他儿子最后就上了一个技校，毕业了去当了一个厨子，还因为偷拿饭店的猪肉被人发现辞退了。所以知道我出国读书之后，他就癫狂了，不管什么事都能扯到我出国的事，阴阳几句，都像你儿子似的，读了个技校，最后去偷猪肉就好了。看你刚才吃猪头肉那个样，我都怀疑是不是你嘴馋你儿子才不得已去偷猪肉的。我二姑气得指着我鼻子半天，想不出反驳我的话来。韩冰尖着嗓子朝我喊：“你少在这转移话题！你刚才把我和我妈推倒了，还打我儿子，这事我肯定得报警。”说完，他拿起手机拨打了110。
我爸吓得脸都白了，伸手想抢他的电话，我直接拦住我爸，让他不用害怕。第一，你和你妈是自己摔倒的，而且是他先要动手打我。第二，我打你家孩子，是因为他偷窥了我，你们大人不教育，我替你们教育。你要是非报警可以，反正这么多人证。我转头把你儿子偷窥我的视频发网上，让大家评评理。被我这么一说，韩冰怂了，他假装不经意地挂断了电话，气鼓鼓地瞪着我，浑身都哆嗦。我家其他亲戚都过来劝，他们也是怕丢人，让我们有话回包间再说。在大家不停的劝解下，我们都回了包间。包间里的气氛非常凝重。本来我家亲戚还想劝劝，但韩冰却说她没法原谅我了，还说等她老公来了让我好看。小畜生则在我大娘他们怀里一直撕心裂肺地哭，哭得人心里发慌。我受不了了，吼了他一句让他闭嘴。可能迫于刚才被我揍的恐惧感，他居然真的不出声了。看来这孩子还是能听懂话的，前提当然是得先揍服了才行。十几分钟后，韩冰的老公赶了过来，他刚推开门，韩冰哇的一声扑到他身上，痛哭流涕，跟他讲刚才都发生了什么。我却只觉得韩冰可怜，因为她老公满脸的不耐烦和嫌弃，眼睛也一直往我身上瞟。这个眼神绝对不是在看欺负自己老婆孩子的仇人，也不是看待自己亲戚的眼神，而是那种很猥琐的。我猛然想起那个小畜生也是用这种眼神打量我的，这父子俩真是一个德行。这话感觉让人很不舒服，我浑身打了个寒战，生怕这个大畜生也搞骚扰那套。到时候出啥事了，我是指望不了我那懦弱的爸帮我。干脆我直接给我男朋友发消息，让他来这接我。他看我看得入神，都没注意到韩冰说了什么，直到韩冰喊了他好几下，他才回过神来。老公，你说该怎么办？韩冰老公挠了挠头，随后端起精英人士的架子。这个虽然我们是亲戚，但是欺负我老婆孩子肯定是不行的。我呢在当地也算有点威望，你可以打听打听我罗成。我一听笑了，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套？什么意思？打听你罗成干什么？要找人打我？现在扫黑除恶抓得可严啊！罗成没想到我这么硬气，被我噎了一下。哪的话，我们都是文明人。今天你给我老婆孩子道歉这事儿就算完。大家都知道罗成是年入100万的高端人士，一听他发话了，赶忙帮着附和，一起要求我给他们一家道歉。韩冰更是狗仗人势，要求我跪下来道歉，不然这事没完。我本来来之前还和我家罗成说，四童海外毕业找不到工作，让他通融帮忙在他公司安排个职位，有好小伙也给介绍介绍。没想到这丫头这么嫉妒我们家，处处针对我们，还打我们。韩冰哭得梨花带雨的，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什么嫁不出去的绝命独寡妇，在这欺负他们一家。看自己女婿来了，我大娘又嚣张了起来，她指着我的鼻子又是一顿输出。平时看你们家穷有什么好吃好喝，都尽量帮着你们，没想到养出你这么个小白眼狼来。还有你是怎么教育你女儿的？知不知道我女婿多忙，还得抽空来处理这么个破事？他又把矛头指向了我爸。我爸刚要说话就被我打断了。你那个嘴跟我大爷身上的棉裤腰似的，你们帮我们家什么了？平时送点不要的衣服裤子就算帮忙了，我家有钱的时候你们怎么跟狗似的往上舔呢？我大姑他们直接把我围住了，说我不懂尊重长辈，
他们拼了命的想要在罗成面前表现自己。他们刚才听韩冰能让罗成帮忙安排工作，都激动坏了。毕竟他们的孩子都没啥出息，要是罗成能帮忙工作的事情，让他们给罗成舔脚都行。大家七嘴八舌的，主题就是挖苦我，说我家没钱，脾气还不小，得罪人了看我怎么收场，吵得我耳朵都嗡嗡作响。我家确实是缺钱，要么这样，你们把欠的钱还我家。一听我这么说，他们几个瞬间蔫了。就在僵持中，有人敲了敲包间的门，来的是个中年男人，他戴着眼镜，西装革履，气场非常强大，看着就不是一般人。他身后还跟着2名保镖，目测都有1.9米以上，活脱脱2个双开门大冰箱。我家亲戚齐刷刷地看向那男人，那男人的目光却落在我身上。韩总，需不需要帮忙？韩总，我家亲戚有人惊呼了一声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所谓的韩总是谁。喊错了吧？我们这就有一个罗总。我二姑皱着眉说道：张总，想不到在这遇见了。来的人是我公司的合作伙伴，他们公司是做软件开发的，规模很大。张总的身价已经有几十亿了。我表妹他们一家订的是当地比较好的酒店，自然也容易遇到这种身价较高的老板之类的。我一开口，大家全都愣了，所有人都用极为震惊的目光看着我。这位先生，你真的没搞错吗？韩思彤怎么可能是韩总？韩冰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张总却都没抬眼看他一下，不可能搞错。韩思彤女士就是韩总。我越过所有人诧异的目光，走过去和张总到包间外寒暄。张总关心地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有事的话要跟他说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这种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，随便编了一下就把话题转移开了。我听见表姐在问张总的保镖我是什么情况，只听见保镖告诉他我是大公司的老总，身价上亿。我表姐听过后一副备受打击的模样，而我表姐夫罗成追问了一句我是哪个公司的老总。听见公司名字后，他明显慌了。我用余光瞥到了他的神情，直觉告诉我这家伙有问题。和张总聊了会后，我回了包间。刚才还跟我唾沫横飞的众人，此刻都乖巧得像条小白兔。所有人都用讨好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，只有我爸一脸尴尬，我妈则昂首挺胸，一脸骄傲。至于韩冰一家，脸色都比吃屎还难看。我二姑清了清嗓子，端起酒杯。刚才我们都有些激动，大家现在都冷静了。我来说几句公道话。今天的事，洋洋可能是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思彤生气也是情理之中。冰冰呢，爱子心切坏了事。其实一开始道个歉这事也就拉倒了，要么大家给我个面子，毕竟都是一家人，咱就喝一杯酒，握手言和吧。说完，他举起酒杯，其他人也都拿起酒杯，等着我和韩冰一家的反应。韩冰一脸的不服气，嘴里嘟囔着什么公道话，还不是看人家有钱才这么说。我二姑他们虽然想讨好我，但毕竟也不想得罪韩冰他们一家，只能尴尬地站在那。罗成却推了韩冰一下。我也想了想，其实今天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要么就这么算了。韩冰一听急了，问她老公什么意思，她和儿子被欺负了，就这么算了。罗成一脸的不耐烦，我让你教育儿子，你怎么教育的？再怎么说，偷窥人上厕所也不对。说完，他又恶狠狠地小声说了声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一听自己要被收拾，韩冰吓得不敢吭声。他嘟囔的这句声音不算小，大家都听得见。
韩冰的爸妈也都听见了，但俩人硬是没吭半句声。看样子韩冰被家暴的事他俩也知道，但根本不管，这就奇怪了。我大伯大娘家里条件也趁个100万，就算是罗成赚得多，他们不至于对自己的女婿这么卑微吧？不是妈妈教我的，是我跟爸爸学的。小畜生突然开口道。罗成红着眼睛瞪了小畜生一眼，咬牙切齿：“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是不是欠揍了？”说完，他站起来就要打小畜生。我大娘和大伯连忙护住孩子：“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”洋洋随口说的，不能当真。大家好顿说，才拦住罗成。关于刚才的矛盾，韩冰还在罗成的威胁下带着孩子跟我道歉。我白了他们家一眼没说话，反正我是不接受，但也懒得再计较，反正我打都打了，也解气了，没啥可废话得了。以后这个小畜生挨收拾的机会多着呢，也不用我教育。我还以为这事解决完，大家就能各回个家了，没想到这帮厚脸皮的亲戚知道我的身份后更兴奋了，轮流敬我爸妈喝酒，还夸我有出息，为人低调不炫耀，完全不像他们之前挖苦我的那个嘴脸。说话间，包间门又一次被敲响，我男朋友林航来了。我把他带进包间给大家介绍，韩冰却白了林航一眼：“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给人打工的小职员。”听得出韩冰这是嫉妒了。林航的颜值可以说进娱乐圈都没问题，反观她老公呢，尖嘴猴腮的。我可算是知道那个小畜生为啥长得那么猥琐了，爷俩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林航挠了挠头，一脸疑惑：“打工小职员？”哈哈哈哈！我笑了声：“怎么着？你老公不也是给人公司打工的吗？”被我对了一句。韩冰气不过想反驳，罗成却再次让他闭嘴：“都是我爸的馊主意。他跟大家说我是找不到工作，野鸡大学毕业的海归，说你就是个小职员。”回到座位上，我给林航解释道。林航听过一点关于我爸的事，立马心领神会。我估他们严重势利眼，都以为林航是一个普通小职员。刚开始还知道客套，可马上就露出了真实面目。小林啊，不是我势利，我可得提醒你，我们思彤可是公司的大老板。你说你一个小职员，这也不匹配呀。就是啊，年纪轻轻的，还是努力吧，不然可别怪我们给思彤物色更好的。看看我们冰冰找的男朋友，年少有为的，现在年薪可是上百万呢。他们还不忘巴结一下罗成，罗成却低着头，跟刚才的嚣张劲完全不同。他摆了摆手：“别这么说，太夸张了，其实也没那么多工资。女婿，你这就太低调了，你那个岗位可是个肥差。思彤虽然你是大老板，但你压力可大，不像我们罗成给人打工没啥压力，一年除了工资外，轻轻松松捞几十上百万呢。”我大伯笑眯眯的炫耀，一脸得意。罗成却慌了，他面色苍白，厉声阻止：“爸，别说了，都是自己家人，怕什么？”家里其他人也都起哄，看来罗成这娃也是个低调的性子。你呀，就别给人家露富了。就是，我们家真是出人才呀！看看思彤这么厉害，冰冰又找了个这么厉害的老公，咱家真是有福气。看来家里这些孩子的工作都有着落了。罗成看起来心烦意乱的，他起身去了厕所。我也懒得搭理这帮阿谀奉承的二货，低头翻着手机。刚才我看罗成不太对劲的时候，就找秘书查了一下他。这回秘书把他的资料发给我了，我一看资料，直接懵了。这个家伙居然是我们公司的，不过他的职位不大，跟我没什么正面接触的机会，我自然也不会记得这么个人物。
拿罗成所谓的年入100万，还有捞油水，到底是吹牛还是真事儿？我越想越不对。公司最近确实出了点问题，我们公司一直都和对家竞争，也都处于上风，但这1年多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对家像是知道我们家的内部动向似的，每次都先我们一步。对此我查过很多遍，最有嫌疑的就是罗成的顶头上司，只不过这事儿还没确凿的证据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偷偷打开手机录音，喊了我大伯一声：“大伯，能不能教教我姐夫是怎么捞油水的？我男朋友一直都是小职员，我想让他也能出息出息。”韩冰却在一旁阴阳怪气：“这捞油水也不是谁都能捞的，你男朋友有那2下子。”我嘲讽地笑了声：“不会是吹牛的，所以不敢说吧？”我大伯哪受得了这气，立马清了清嗓子：“咱亲戚之间说说就行了，这事可不能外传。”他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：“罗成啊，他那个上司和别的公司高管有联系，他负责帮忙卖给对家他们公司的资料，对家也大方，每次都给不少钱呢。”我靠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我惊呼道。我家亲戚齐刷刷地看着我，似同你一毕业就处在巅峰，可能无法理解。罗成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厉害了，这是他的本事。我二姑连忙帮罗成说话，缓和气氛：“就是让你男朋友学着点，以后工作灵活些，有油水就赶紧捞，不然哪有出头那天啊？”我二姑父也附和。就在这时，服务生走了进来，他把我男朋友兰博基尼的车钥匙递给了他：“不好意思，林总，今天车位有些紧张，您的车刚刚停好，您的车是限量款，为了避免剐蹭，我们特意空了几个车位出来。”林航大大咧咧地接过钥匙，说了声谢谢。对了，林总，您预定的订婚宴确定是下个月的月末吗？林航点了点头，他早就跟我求婚了，我也是最近才答应他，所以他急着先把订婚宴给办了，把我俩的事告知天下，生怕我跑了。搞什么？什么林总？你认识他？韩冰已经接近崩溃，但他依旧不死心，问服务生道。服务生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倒也不算认识，只是林总是我们酒店的黑卡 VIP， 所以黑卡 VIP 那岂不是要储值500万以上才有的待遇？韩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家酒店1、2层是饭店，往上60多层是5星酒店，黑卡 VIP 一般都是在他家包年订了很多房间的客户，同时也享受酒店的年终分红。一听这话，我家亲戚差点集体跳起来，看不出来，这小林居然也是一表人才。我家亲戚刚要夸林航，我就起身打断了他们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调查罗成他们的事，哪有功夫跟他们扯淡？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先走了。说完，我拉着林航就走了，也没管他们再说啥。出了酒店，我直接联系了手底下信得过的人，让他们直接查罗成的上司，不管怎么样把人先扣下，因为我怕罗成察觉到不对会给他通风报信，到时候跑了就麻烦了。我还告诉他们，如果查到证据后立刻报警处理。虽然是在过年休假期间，但毕竟是我信得过的骨干成员，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，没人有一句怨言。我也答应他们，除了正常的年假，今年会带着他们去国外度假半个月，当作奖励。林航也立刻找自己的人脉帮我调查。刚离开酒店，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开车去玩具店。林航虽然疑惑，但还是带着我去了附近最大的玩具城。我随手拿了几件特别精致的奥特曼玩具。林航问我要干嘛，我笑了笑，
对待傻逼的方式就是把他捧成大傻逼，对待熊孩子也应该如此啊。说完，林航立马懂我的意思，又把我送回了酒店。我虽然走了，但我家亲戚还是在热火朝天地巴结我爸妈以及韩冰一家。见我突然回来，大家都很疑惑。我晃了晃手里的玩具，能让洋洋过来吗？给他买的。韩冰冷哼一声，看来你小姨知道错了，洋洋你就去吧。我家人也都是这么想的，还都夸我有大样。洋洋倒是有点害怕我，跟我出去的时候都没太敢靠近我。洋洋，小姨想了想，今天是我的错。其实你偷看我上厕所一点问题没有，就像你说的，女人就是给男人看的。你这么做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像奥特曼一样有男子气概，以后一定要乖乖听你爸爸的话哦，这是给你这个小男子汉的奖励。说完，我直接把玩具都塞给他。看着这些玩具，小畜生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些玩具我可是下了血本，他爸妈就算有钱也舍不得给他买，为了能给小畜生一个光明的未来，值得。那洋洋以后更有男子气概，小姨会继续奖励我吗？小畜生这时倒是显得挺天真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当然。我掩盖不住自己的笑意，小畜生也跟我一起笑了起来。真期待这个小畜生的精彩表现啊！几天后，大家查到了证据，罗成和他的上司都被抓走了。他们要面临的不光是牢狱之灾，还有巨额的赔偿。他刚被抓走没多久，韩冰就给我打了电话：“彤彤，我家出事了，罗成被带走了。你看看，你那么有本事，能不能找人通融通融？”我直接笑了。你要不要搞清楚你的宝贝老公是被谁送进去的？韩冰愣了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也没拐弯抹角，直接告诉他了。你老公在我公司工作，这些年勾结竞争对手已经违法了，这事我不可能轻饶。哦，对了，感谢你爸提供的证据，不然罗成他们也不能招供的那么快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后是一阵刺耳的咆哮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居然要收拾你姐夫！你这个贱货，我要杀了你！滚！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1个小时后，我爸来了电话，他说韩冰一家找不到我住在哪，就杀去我爸妈那。一开始态度很强硬，说要杀了我，后来又开始在地上打滚求饶，让我放罗成一马。没事，你不用管，我处理他们。我爸却吞吞吐吐，好歹也是亲人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不然别人怎么说你啊？你二姑刚才打电话来说你也太无情了。我本来没因为韩冰的事生气，但我爸说完，我的火腾的一下起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爸被全家道德绑架不够，还要来道德绑架我。你如果再不分青红皂白向着这帮亲戚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从小到大，我在亲戚那边受欺负，你都不向着我说话，有个父亲样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强迫你不和这帮人来往，但是从今以后我不认识他们。你要是再敢逼我一个试试。我妈听见我在电话里嘶吼，在一旁拍手叫好，还说如果我爸再这样，她也不跟我爸过了，直接离婚。我爸哪还敢吭声，叹了口气告诉我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我一开始报警处理，但是架不住韩冰一家不停地来闹，他们还找我家亲戚一起来道德绑架。我直接急了，逼着我爸把当年的借条拿出来，要告他们，让他们还钱。我家亲戚瞬间全都不敢吭声了，生怕我家真让他们还钱。但是已经晚了，我已经找了律师在走起诉流程了。他们知道后破防了，对我爸破口大骂，还到处抹黑我爸。我爸因此生了一场大病，对这帮亲戚彻底死了心。
答应我以后再也不来往。几个月后，罗成的案子结了，他被判了几年，韩冰一家却过得非常凄惨。原来他们家确实有点钱，但是8年前韩冰他爸染上不良嗜好，把钱都输光了，还欠了100多万。韩冰也不得不寻觅合适的冤大头，于是他盯上了名声不太好，但是有点钱的罗成。罗成也贪图韩冰的美色，本来只是想玩玩，没想到韩冰居然一次就怀孕了，架不住他们家跟自己闹，罗成就娶了韩冰，还帮着韩冰他爸还了债。他这种爱玩的性格，加上不尊重女性，更不喜欢韩冰，所以对韩冰一直都是非打即骂。小畜生也是耳濡目染的，才像个小流氓似的。罗成进去了，还赔了一大笔钱，韩冰家彻底没了着落，可能是日子过得太苦了。韩冰成天在朋友圈发心灵鸡汤，其实他早就拉黑我了，但他忘了拉黑我另一个小号，我就隔3差5看他的热闹。前几天还发了个什么已经在谷底了，不会更糟了。我当时在喝水，差点笑喷了，这姐真是魔怔了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我爸跟我说，那个小畜生经常在女厕所偷窥人上厕所，还对班里的女生动手动脚，说一些荤话。这是被女生家长发现了，把他暴揍了一顿，别的不知道，但是腿肯定是废了一条。我拍手叫好，这小畜生真是不负所望啊！看来我的奥特曼没白买。摆脱了这些亲戚后，我爸妈的感情更好了，我和林航也顺利订了婚。韩冰看到我订婚的消息后，气得连发几条朋友圈诅咒我，他以为我看不到，我随手评论了一句：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反弹。他发现我的小号后，吓得把我又一次拉黑了。他儿子偷窥我上厕所的事就被曝光到了网上，这下好了，韩冰一家成了过街老鼠，只能抱着那瘸腿的儿子过东躲西藏的日子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资助6年的女生为爱辍学，还向我炫耀这才是改变命运的捷径。他可怜我作为一个平庸的职业女性，只有月薪3000，想把资助款全部还我，我却看着婚礼请柬上的名字陷入了沉思，笑死！原来抢走我那个既渣又违法的前男友的人是你啊！而且他口中的平庸的职业女性，是指我这种资产能抵得上他亲老公上100倍的女总裁吗？在与贺轩分手后，我收到了来自被我资助的女生的消息，这是她第一次除了要钱以外来联系我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她现在还在学校上学，2年之后才毕业。当我正准备问问她未来的打算，她却发来了消息：姐姐，我怀孕了，最近在准备结婚。她对我很好，很喜欢孩子，所以我打算放弃学业生孩子。不出所料的话，我以后打算全职在家带孩子。资助了6年的女生没毕业就准备当全职太太，我脑海里缓缓打出一个问号，给别人培养了个为爱辍学的金丝雀，这是比与渣男分手还糟心的事。对方迟迟没等到我回消息，他的电话就打来了：姐姐，我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要不我还是把以前你给我的资助款都还给你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，娇滴滴的，仿佛能勾人心魄，同时带着几分熟悉感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正思索着如何回应。当年资助方韵，我也没想过任何回报，只想着他能认真读书。我包揽了他所有的学费以及生活费，但是为了不让他心里增加负担，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以及告知任何信息。现在告诉我，
我花了几十万资助她读书，她大学都没读完就要去当家庭主妇，这结果让我如鲠在喉。然而对于资助款，我从未想过要她偿还。她见我沉默，随之给我发来了请柬。我点开了请柬，上面的新郎名字赫然写着贺轩二字。我愣住了，这名字怎么跟我前男友一样？我以为只是巧合，闺蜜的信息却出现在了列表里。苏慈，你那个前男友和你分手没几个月就打算结婚了。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张婚纱照，上面是我前男友搂着漂亮的女子，喜笑颜开，他们满脸恩爱的模样，丝毫看不出一个是渣男，另一个是插足他人感情的第三者。而这附带的请柬也是与我手上这份电子请柬的格式一模一样，几乎可以说明之前那个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绿茶就是我资助了6年的女孩。方韵是我前男友公司的假期实习生，在实习阶段她是肯干，贺轩对她赞不绝口。虽然家庭普通，但是靠着自己上学兼职，生活照样过得有滋有味。我去视察过几次工作，情况却与贺轩说的截然不同。所谓的他是肯干，却好几次被我撞见没来上班，同事对他抱怨万分。我有点怀疑贺轩言语之中的真实性，但是都被他糊弄了过去。方韵他平时确实工作认真，可是他还忙着其他兼职，所以对于这边就有点顾不过来。他们学校实习老师拜托我照顾他，我还是得多宽容一下。更何况他父母双亡，还这么努力上进，独立自主。我看到他就忍不住想起了你。我虽然投资了，但这毕竟是贺轩的公司，尤其是他好几次对此都解释为照顾师妹。面对一个家庭普通又靠自己努力穿得起名牌的励志实习生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撞名是很正常的事。看到这个方韵为了兼职不顾学业和事业，我自此之后还给我资助的那个方韵多打了款，就是希望资助的妹妹认真上学，不要为学业之外的事分散精力。细数多年来方韵朝我要钱的理由，从学费再到各类吃穿用度，还有后面他父母重病差点让他辍学，我补贴的医疗费，谁料这就是个骗局。感情这方韵一开始就打算钓个金龟婿，而我这些年打的资助款变成了方韵一身的名牌，都给方韵当成了跨越阶层的跳板。知道了这消息，我瞬间改了主意。我没有戳穿方韵，而是冷静地回道：那你把钱还给我吧。我凭着记忆跟他计算着金额，笑了笑，加上医疗费，你至少得还我40万。方韵犹豫道：医疗费也算吗？姐姐你不是说不用还吗？我哼笑了一声，也行，那你把发票给我，就不用还了。方韵瞬间安静了。姐姐，我现在还没办法还你钱。她的声音似乎有点难堪，时间有点紧迫，我可能凑不出那么多钱。我翻看着她的朋友圈，漫不经心道：你可以让你老公出钱呀。方韵急了，想都没想就反驳我：那怎么行？方韵不敢找贺轩，如果他被贺轩知道他坚强独立的人设都是假的，一切岂不是落得一场空？我有些想笑，嘲讽道：怎么，当上了阔太太还在乎这些钱吗？方韵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，我打过去，他却拒接了。他的消息铺天盖地袭来，我没想到姐姐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只是追求我想要的生活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？你这是道德绑架。纵使结果不是你所期望的，可是我不想像姐姐一样只当个月薪3000的平庸女性。
我至少以后会过得很幸福，月薪3000。我眉头一皱，突然想起了当年我刚创业的时候，资金都给了公司，留给自己的只有3000块钱，我拿一半给了方韵。方韵似乎对于1500并不满足，而是拐弯抹角的想要索取更多。只是我非常诚实的告诉他，当时工资只有这么多了。然而现在我创业成功，作为资产能抵得上她亲老公上100倍的女总裁，竟然成为了方韵口中平庸的职业女性。我和贺轩是在高中认识的，原本约定一同考上同一所大学，可是在高考分数出来后，她的分数却与我相差太多，我只能早1年去学校等她。而在我的辅导下，当我大2的时候，她终于考上了我所在的学校。谁知这时家里经商失败，欠了巨债，再加上父亲患病，让我连学费也没办法交上。我拼命挤出时间打工挣钱，可依旧是无济于事。那些债务像一座大山般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哪怕有助学贷款，肩上的担子也不曾轻松过。看到父亲日渐消瘦，我咬咬牙，决定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，孤注一掷去创业。然而也是因为这个，让我无法继续学业。庆幸的是，我赌赢了。贺轩毕业的那1年，我的公司在当地小有名气，他看见我的事业如此火热，也提出要来帮衬我。直到后来，他想要单独开一家公司。从家庭遭遇巨变起，贺轩便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从未怀疑过贺轩，毫不犹豫做他的投资第1人。比起当初一无所有的我，贺轩在我的帮助下，事业顺风顺水，仅2年就跻身商圈。他也更加爱我，爱情事业双丰收。那时候我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直到那个实习生闯入了我的世界。我一直知道学校负责实习的老师拜托贺轩照顾他。贺轩对于此事起初还很不耐烦，他刚来就不小心把咖啡泼在了我身上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考上大学的。方韵入职的第1天，贺轩回家就发了一通怒火，上班第1天就迟到，还搞混了资料。如果不是看在她是我师妹的份上，我早就把她开除了。贺轩一边在饭桌上和我吐槽这件事，一边说起我与方韵的区别。这么多年，我难得见到他发这么大的火。贺轩对待工作一向认真，最容不得这种。看来这个方韵是真的惹怒了他。这时他的手机提示声响起，是方韵的消息。对不起贺总，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，不给公司添麻烦。方韵的言语中满含真挚之意。我抬头却看见贺轩面色铁青，似乎是觉得对方在非工作时间私下联系他太没有规矩。只是看到这个实习生的名字与我资助的女生相同，我不免动了恻隐之心。况且实习而已，我不忍跟着他一起苛责。趁着他还没发火，我劝贺轩没必要为实习生动怒，新人刚来什么都不知道，很正常。贺轩这才压抑住怒气，把手机扔到一边。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对方韵的批评变成了赞美，甚至在我面前后悔一开始对这个女孩太凶。他说他从没想到方韵会进步得这么快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个误会。他看见她的衣着，以为是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来他公司混日子，谁想他后面了解到方韵最初的家境并不是想象那般优越，反而很困难。方韵靠着兼职以及自媒体运营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贺轩兴致勃勃地朝我讲述着这个女孩独立自主的故事，又说到她自己
从普通家庭努力拼搏到现在身价翻倍，看到他激动的神色，我张了张口，还是没出声。贺轩好像忘记了，如果不是我替他挡去了那些创业的艰难险阻，他仅凭着一己之力是无法将公司做到如今这个阶段的。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从我发现方韵常常缺勤，以及他以工作之名，手机屏幕弹出一条条消息，皆来自于那个名叫方韵的实习生之后，我的情绪累积到一个顶点，终于忍无可忍爆发出来。我和贺轩大吵了一架，这次吵架中不只是针对方韵这件事，更多的是这些年的桩桩件件。他指责我太过强势，插手他的公司。他觉得我这种从小到大就很优秀的人，根本不懂他面对我的自卑。我不敢想象，他温和的外表下竟藏了这么多心思。我过问他公司的事，起初分明是他求着让我帮他拿主意，我才接手的。如果不是为了替他分担，我又何必将自己公司的事搁置一旁？而且我哪怕家道中落，在他看来，我与他自始至终竟然都不是同一路人。我可以轻而易举得到他想要的一切，他只能拼命追逐，才能抓住我的衣角。你不过是运气好而已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刺痛了我内心。我创业时，他更多的时间在享受校园时光，他看不到我为了业务四处奔波。他只知道，我从他一毕业起就恢复了从前那般的家境。当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思考我与贺轩之间的感情，贺轩却主动找上了我。他给我制造了一个惊喜，并且向我服软。苏慈，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难过。他把他和方韵所有的聊天记录都给我看，一切都是工作，并无其他出格的举动。方韵的假期实习就快结束了，你很快就看不到他了。我们不该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他握紧了我的手，我不自觉地往后缩了一下，我忍不住看向他，他则是一脸真诚，毫无心虚之色。我们结婚吧，苏慈。他捧着一大束玫瑰向我求婚。看到这个我等了8年的戒指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我在想，我和贺轩8年的感情真的值得吗？我盯着这只戒指，低声道：我明天想去你公司见一下他。他握着我的手顿了一下，他摩挲着我的手背，紧接着轻声哄道：好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方韵，漂亮又充满朝气的女孩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极好的，单凭借外表很难看得出她真实的家境。她一看到我，宛如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，怯生生地给我递上一杯咖啡。苏小姐单独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被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，任谁看了都会心软。我明明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她却表现出来仿佛被我欺压了的模样。我看过她经营的自媒体账号，有一定的粉丝基础，只是主页的视频大多都是去一些消费极高的场所吃喝玩乐，与她的家境并不匹配。她很聪明，知道怎么样在网上打造自己的人设，因此追捧的粉丝无数。我慢悠悠地用勺子搅拌着咖啡，不禁笑了一下。我听说你现在是贺轩的助理。方韵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是。接下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慌张地看向我。苏小姐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因为贺总的助理休假了，才暂时接任他工作的。我和贺总没什么。他咬着唇看向我，眼眶微红，宛如一副被无端猜测的委屈模样。我放下咖啡，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门就被敲响了。开门后，贺轩的目光落在双眼含泪的方韵身上，眼底似是掠过一抹心疼。这抹心疼，
我曾在6年前看到过，那时我为了挣钱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。冬天去校外的餐饮店洗碗，生了满手的冻疮。他为我涂着药膏，他捂着我的手很久，只为让我更暖和些。那时他郑重地向我承诺：苏慈，别这么努力了，以后我养你吧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，所以之后我给贺轩投资才会如此果断。而现在他仿佛本能般地把方韵挡在身后，对我叹气：苏慈，我让你找方韵是为了澄清误会，但是没让你为难她。在方韵出去后，他无奈地揉了揉眉心，一个刚入社会不懂事的小姑娘而已，你让她这么难堪，一旦传出去，公司反而会觉得我真的对她怎么了。贺轩皱起眉头看着我，看似平和的语气却已经不知不觉将立场偏向了一方。这让我想起无数个夜晚，他以工作的借口找上贺轩。或许在贺轩看来，这只初入社会、笨拙又努力的小白兔只是不懂得分寸，但我真的很好奇，他真的不懂这之间的界限吗？我对上贺轩的眼眸，想从他的眼里读出一些与我有关的情绪，但我只看到了他先入为主地觉得我在无理取闹。我没有戳破这一切，而是答应了贺轩的求婚，因为我发现我怀孕了。但我不会为了一个未成型的胎儿而赌上自己的后半生，只是因为如果现在分手，他反而不会有任何愧疚。果不其然，他得知我怀孕的事，搂着我欣喜万分。我落入他温柔的眼眸之中，一时有些恍惚。所以贺轩他对我所谓的真情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呢？方韵回归校园后，贺轩确实安分了一段时间，但很快他就按捺不住了，因为方韵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向他哭诉着自己在学校里被人欺负，有个男的看上了他的美貌，一直纠缠他，想要包养他。他没有办法，才想到了贺轩。他想让贺轩假装他的男友，让那个男人知难而退，这是挺可笑的理由。然而贺轩信了。这件事之后，他就与方韵理所应当的又有了交集。他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接方韵的电话。刚开始还是保持着距离，后来就主动打电话。我佯装不知二人的交往，实际上这一切被我用摄像头记录下来了。我当初因为养了猫，特地在家里安了个摄像头，只是一直没有启用。贺轩早已忘记此事，所以他才会如此大胆，自以为瞒天过海。直到我出差之际，他把方韵带回了家，两人在我与他一同装修的小屋里，在我和贺轩曾经充满各类回忆的地方接吻缠绵。看到那些监控，我胃里翻江倒海。我没想到贺轩会做得这么绝。与此同时，我收到了封邮件：苏小姐，我赢了。邮件还附上了一张图片，是他偷拍熟睡中的贺轩。我突然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挺没意思的，和这两个人再纠缠下去，不仅很可笑，还很恶心。方韵一开始就冲着贺轩来的，他根本不怕我掌握证据。方韵是个高级的猎人，贺轩愧疚与否，他根本不在乎。我把图片转发给了贺轩，同时拍下了我预约的流产手术单。在拉黑删除前，我发给了他最后一条消息：是你自己害死了他。后来贺轩冲到了我的公司，他满眼红血丝，狼狈不堪。苏慈，我就是鬼迷心窍，你原谅我吧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冷笑：那你把你公司的股份都转让给我吧。他却犹豫了：这样你真的会原谅我吗？贺轩了解我的个性，我也清楚他不敢赌上一切去追逐那1%的可能性。我走了以后，贺轩没有再追，自此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之中。
回想起往日种种，令人讽刺的是，原来是我资助6年的女生和投资了2年的男人一同造就了伤害我的一切。一个不肯还给我当初转让的股份，一个不肯吐出那40万的资助款。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现在让我轻飘飘放过他们，我还真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在与方韵的对话框里敲下了几个字：不想还钱，可以，那就下周2见一面吧。我思索了片刻，又回道：对了，实体请柬也发我一份，让我跟着沾沾喜气。方韵不清楚为什么我变卦得这么快，但为了40万还是答应了。然而这不够，我还需要再在那一天办一场商业晚宴，但不能以我的名义，能让本市知名的公司参加的影响力，除了我还有谁？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，江氏集团2公子江琦。江琦欠了我个人情，现在正好可以找他帮忙。我给江琦的邀请名单中，贺轩所在的公司也在受邀之列。晚宴当天，我搜寻着贺轩的身影，他果真没有错过这个结交商业大佬的机会，并且带着方韵前来。贺轩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他偏了头，对上我的眼神。贺轩当场愣在了原地，在他眼里，我应该不会主动出席这类场合。他隔着人群想要看清我的模样，下一刻，江琦却挡在了我身前。你让我帮你想办法举办宴会，就是为了见他？江琦有些不可思议，他是为数不多知道我和贺轩之间事情的人。我没解释，踮起脚尖凑近他耳畔，你人暂时借我用一下。接下来不等江琦反应，就挽起了他的手，装作一副亲昵模样。贺轩对我贼心不死，不这样怎么让他彻底熄了复合的念头？就算可以靠挽回贺轩胜过方韵，但这简直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贺轩的眼神逐渐暗淡下来，他拉着一旁不知情的方韵到角落坐下。我的余光瞥到方韵微隆的腹部，内心不由得嘲笑自己当初天真的想法。当初我认为让贺轩心存愧疚，这样就足够让他余生受到煎熬。现在看来，照样不耽误他一边愧疚，一边和别的女人滚床单。但没关系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现在主角齐了，好戏自然可以上演了。江氏集团邀请了几位知名公司总裁发言，在江琦的安排下，自然也包括我。刚开始的发言自然正常无比，可最后提及对行业的警示，我却不像前面几位那样草草略过，而是目光扫视了一周，落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上。我抿起唇角，我想起我某个投资过2年的公司，表面看起来像模像样，实际上财务方面不清不楚，这是经营公司的大忌。这句话一抛出来，便引起轩然大波。底下不免有人问后来怎么了，我看向贺轩，意有所指。还好我及时发现，举报了，负责人都坐牢了，不然可得牵连我们这种大股东呢。公司的账目一直是由会计负责，我这种单纯投资的股东若没有必要，是不需要亲自核算的。直到前不久，我借着股东权力调看账目，才发现他公司的账目有问题。虽然没有查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但倘若举报了，也能给对方引来不少麻烦。我这一席话让贺轩瞬间变了脸，他连与商业大佬攀谈的心思都没有了，撇下方韵就起身离开。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，但我并不打算直接揭发他。方韵看到贺轩离开，也瞬间没了心思待下去，我却拦住了他。方小姐，这么着急？方韵一看是我，一改往日小白兔的可怜模样，
眼尾染上几分嘲讽。他忽然意识到我的目的，一脸戒备地护着肚子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悠哉悠哉地看着他，笑道：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约定？方韵满脸迷茫。什么？我笑吟吟道：6年了，天天叫着姐姐这么亲昵，难道就不想和你的资助人见一面吗？我以为我表现得足够不在乎，但是说出这番话时却忍不住寒心。6年了，哪怕是养条狗，也会冲自己摇尾巴吧？然而事实是，我花了40万，不仅不摇尾巴，还咬人。方韵刚才的得意全然消失不见，她指尖掐紧了手心，像是难以置信。你是她？我点点头，漫不经心道：对，你口中平庸的职业女性。她后退了几步，失去了所有与我对峙的力气。她知道，她无论怎么求我，她所营造的人设也会败露在贺轩面前。但是直到现在，她还为自己找补。她恨恨瞪了我一眼。我没错，我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不想回到以前那样。有什么错？我看着方韵匆匆离开的背影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事情变成如今这模样，难道是因为我当年的资助之举吗？我正出神时，身后却忽然传来江琪的声音：你让贺轩与方韵同时恨上你，是想做什么？自那天过后，方韵的自媒体账号上以替朋友爆料的口吻写了一篇稿子，标题是资助人想要干涉我的生活并要求我还款怎么办？方韵是个聪明人，他断章取义了我和他说过的部分话，以及我要求他还款资助款40万的截图，一时之间引起热议纷纷。很多人认为我要求还款太没有道理，为被资助人抱不平。他看似匿名爆料，但有关我的资料却故意透露了几分。那些网友顺藤摸瓜，很快扒出了我的真实身份。看到我这么有钱，还要求被资助人还款，网友们很多都怒了，许多人跑到我的公司官博底下进行人身攻击。同时，我公司的股价迅速下跌。苏总，我们公司好几家合作商打电话要与我们取消合作。苏总，股价每天都在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的电话响个不停，无疑都是关于此事的负面影响。以方韵的视角，我没有掌握太多足以让舆论彻底翻转的信息，仅仅靠一张照片，真实性无法保证，同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这是贺轩默许下方韵想出的对付我的方法。相比于我公司的惨淡股价，有人知道贺轩是我的前男友，很多人都觉得贺轩与我分手是明智的选择。贺轩公司的股票几乎每天都在涨，而我自顾不暇，给他们留有了太多时间，这足以让他们找到掩饰财务出问题的方法。大概是太过于春风得意，贺轩与方韵的婚礼如期举行。这一天，舆论发酵也将讨论度重新推向了另一个高度。网上到处充斥着对我的恶毒诅咒。这么有钱，还去找被资助的小姑娘要回来，太恶心了吧！只是出了点钱，就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你是眼红别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吧？当天，我亲自用官号下场，不慌不忙地发了一条微博，随机抽取幸运网友婚礼1日游。谁想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拿起桌上的请柬，出了门。婚礼现场很热闹，祝福贺轩和方韵的人很多，我也带着请柬顺利地混了进去。不光是这样，我还带来了一家媒体，现场直播婚礼。婚礼的新人沉浸在喜悦与忙碌之中，他们无法分散多余的精力去关注网络上的变化。直到婚礼开始，
他们才看到台下的我。画着精致妆容的方韵脸色刹那间苍白起来，但还是强忍住情绪继续婚礼。此时直播上的弹幕还很正常。苏慈想做什么？抢婚吗？别想了，谁会看上这种女人？贺轩和苏慈分手真是明智之举，他与这位新娘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。我扬起唇角，没有生气，而是静观其变。婚礼神圣又幸福的进行曲响起，在两人交换戒指之时，音乐乍变，传出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来。方韵和贺轩交叠的身影出现在大屏幕上，另一边则播放着贺轩的出轨始终，以及方韵这些年是如何花我的资助款包装人设的证据。我起身看向台上，我这段时间不光有以前留下的证据，还搜集了新的证据。方韵哪怕再怎么小心，百密终有一疏。不用我猜，弹幕果然炸了。惊天巨变啊！谁能想到方韵竟然是小三啊！大家都被当枪使了，太恶心了！我居然骂了受害者这么久。来到婚礼现场想要替方韵伸张正义的网友被这一操作给背叛了，气得摔杯离去。更有甚者破口大骂，台下顿时乱作一团。比起台下的情况，台上也没好太多。贺轩一脸诧异地看向我，那眼神似乎是在指责我为何如此狠心，要在婚礼现场作乱。但他很快就没办法指责了。警察来到了现场，他因涉嫌偷税漏税等罪名被依法调查，来不及责问就被人带走。新郎被抓，宾客大乱，方韵孤零零地站在台上。他似乎是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他看到我，茫然的眼神里闪过几分恨意。他朝我奔来，却被一人拦下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江琪。你怎么来了？江琪扬了扬手中的相机，笑道：帮你。他朝我眨了一下眼，轻则这次该让你欠我一个人情。江琪没有继承家业经商，他热爱摄影，在网络上拥有众多粉丝，在他的帮助，必然能将真相传得更远。有江琪的阻拦，方韵没有办法接触我，他只能歇斯底里对我喊道：苏慈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不能好心放过我？他流下眼泪，抽噎道：我不像你，我的出身需要让我付出10倍100倍的努力才能达到你的阶级，只是一个渣男而已，你难道不可以让给我？我这场报复大获全胜，但是我却感受不到太多快感。方韵自始至终都很清楚贺轩的本性，他很聪明，但是又很愚蠢。我悲哀地看向方韵，聪明的是他懂得利用自身的优势，愚蠢的是他将一切的赌注都压在了男人身上。我越过江琪，没有回答方韵，而是问了方韵一个问题：你知道为什么你当年找我要父母的医疗费，我毫不犹豫地给了吗？我看向方韵的眼睛，苦涩地笑了一下。因为我辍学那一年，面对学费无人帮助，面临父亲重病，全身上下却找不出1分钱，从富贵跌落贫穷。我尝过贫苦的滋味，所以不想有其他人再遭受这些困境，这就是我资助你的原因。听到这番话，方韵的目光变了。我比他困难100倍的处境，没有一个苏慈肯来帮我，但我仍旧挺过去了，做到比同行业的男性更优秀。他瘫坐在地上，意识到这一切，几近崩溃。他仰起头看我：苏慈，你后悔吗？他在问我后不后悔资助了他，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我愣了一下，最后却摇了摇头。得到这个答案，方韵抱头痛哭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姐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这句道歉是真心实意的。
但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我也释怀了。此事过后，贺轩被判刑，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名下所有财产。法院拍卖变卖处理股份，我将那些股份都收了回来。而我经历过网络暴力，许多人知晓真相后纷纷向我道歉，股价也随之回升。我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资产，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没有方韵，没有贺轩，记忆中过去的噩梦。我本来不该去回想，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再进行1对1帮扶，而是拿出一部分成立了基金会，专门用于解决贫困女童的上学费用。都说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网友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还愿意资助别人。江琪翻阅着有关于基金会的文件，问出了这个问题。我没有立即给出答复，而是笑着看向他。那你愿意加入我吗？江琪唇角微扬。好啊。我拿起文件，手指轻轻摩挲着表面，想起那段往事。分明已经过去了6年，依旧记忆犹新。公司刚开始盈利时，我拿分红还了部分债款，每个月给自己留了3000块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留意到了方韵，她在网上发帖求助，中考之际被家里人要求辍学嫁人。这篇帖子很快就淹没于网络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无人问津。而我收藏了那个帖子，并暗自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，偷偷来到了他所在的小山村。调查走访下，我发现方韵的话不假。我看到了简陋的环境下，女孩点着蜡烛，仍奋笔疾书，脸上写满了认真。我看到在她做农活后，握着镰刀的那双手，即使布满红痕，依旧捧起书本阅读，眼神里充斥着对知识的渴求。所以，方韵问我后悔吗？我不后悔。我如果再次看到这样的女孩，面对未知的结果，我还是会去资助她。至少我愿意相信，那时的她对学习充满热爱，想要跳出这样的生活，用知识奔向美好的未来。那么成千上万无法上学的女孩也是如此，她们急需一个苏词来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只是有些女孩还太年轻，想一步登天，却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。而我成立基金会便是如此，在给予金钱的帮助的同时，培养她们正确的价值观。愿往后所有的女孩不做攀援的凌霄花，在每个领域自由自在地绽放出属于自己耀眼的光芒，从此生生不息，不负光辉。即使这个现实很遥远，我愿意做这个理想派傻子，并为之付诸行动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